今天我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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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因为我看到一位老朋友，小熊。小熊呢，他真的是我2011年就认识的朋友，已经13年了。那我觉得在这13年也看到小熊的变化，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呢，很想邀请他来分享他的故事，特别是他在打游戏上瘾，然后从这地方出来，然后现在他成为一个传道人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蜕变，所以想听一下你关于就是游戏上瘾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的精彩节目哦。那我自己最早接触这个电玩游戏我记得应该是我国小1年级吧。那个时候有个说故事比赛。那我对国小1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电脑也网什么都还不普及的时候。对，我爸爸希望我去参加学校办了一个叫做说故事比赛，可是我很缺场啊，我就不要，我不想去。我爸爸说，你如果愿意去的话，就一个叫一个任天堂红白组，我在台湾出生的嘛，那就是好像国内叫小霸王，类似小霸王的一个机器的，所以就是说，最新潮的可以买给你哦。那我就朋友说好像很好玩，小朋友嘛，那个7岁当然就很喜欢玩具，所以就答应了，硬着头皮去那个说故事比赛，然后紧张的不得了，但为了想要得到那个电动玩具机就是乱讲了一气，然后的确什么奖都没有得到，可是最后回家还是可以拿到一个那个电动游戏，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哇，第一次觉得那个声光效果那个刺激是以前在外面跟小朋友玩追逐丢球跳橡皮筋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开始就被里面好像说有什么星星有什么太空船有什么的，就原本在幻想只能拿那个玩具当幻想的时候，突然变得很真实。我自己就很有那个操控感，好像很融入在那个故事，就那个电动玩具里面，那个 immerse 的那个感觉是当时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开始越来越爱玩呢，首先是网络的兴起，以前都是那种游戏机，就是你要买那个卡带，其实没什么钱，其实买不起什么卡带，所以可能就是存了这个一年，那个过年的时候有压岁钱才能买一个才能买一个游戏，那可能就要玩1年。那你就要拿这个游戏，到时候玩一玩以后，去跟别的朋友换，他们可能有不一样的游戏交换才能玩。其实能玩的游戏种类也有限了，而且小朋友其实还是喜欢跟其他朋友一起玩，就算是玩那个游戏，其实也是会找现场可能好几个朋友一起聚在一个电视、一个游戏机前面，然后轮流玩。那个时候还是这个模式。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开始住校。那个时候我家里的时候状况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有一个妹妹，那我妹妹在她中学开始就比较叛逆就是常常会逃家，然后被警察局打电话叫我父母去接，我父母的注意力全部都在我妹妹身上，然后闹得很多家庭每天在那边甩门爸爸妈妈跟妹妹在那边吼叫的声音，我就觉得好烦好烦。然后到高中有那个机会可以住校的时候，我说那我去住校吧，那在家里实在很烦。那到了宿舍以后，就跟家的环境蛮不一样的。那虽然也会有室友那都是男生，也不孤单，可以聊一些有没有的。但是就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说，有些时候翘课去那个网络，那叫网络咖啡店嘛，叫网咖，我不知道国内都是一样的叫法，就网吧这个地方。然后去了就觉得，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就可以找到内心的一点的平静，尤其功课都有点压力嘛。那我就人际关系，尤其高中的时候开始就觉得，就开始在意说，我有满脸青春痘然后好像运动也不行就是开始有这个 teenager 的烦恼。在小一点的时候没有觉得，可是我就突然就觉得，有点自卑啦，有点自卑了。那功课我也不是最顶尖的，在我们学校，就是是不错中上，就觉得自己一点特色都没有。然后我现在回想是觉得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就越来越爱打电动，因为在电动里面就觉得我好像变比较厉害，那个玩那种射击游戏这个分很高，都前面一个，然后大家说你好厉害教我怎么玩然后或者是我要跟你一队然后就觉得好像
哦，有成就感，开始有成就感，就蛮喜欢玩。然后宿舍里面都常讲啊，小熊好像打电的这个游戏很厉啊，然后他比较会玩呐、然后大家就有话题。我觉得好像我在朋友中间有一个我好拿得出手，可以在这个里面的地方。不然原本说比外貌没有，比体育没有，学术也没有说真的，我顶尖学霸也不是。然后那个时候，游戏好像就变成是我一个自我价值的我吧，就觉得说对对，然后所以我也喜欢，因为它这个东西给我成就感，这个地方也给我在社交里面，我好像觉得说，因为有这个，我可以跟一些也爱玩、喜欢玩电动的这些男生们，我可以跟他们交朋友的时候，我有一席之地，我觉得地位很稳固，我有一个可靠的人关系，借着电动玩具。那之后变得家具真的变成网瘾，变成说我只想在虚拟世界，只想在网络游戏里面，对于社交，对一些任何事情开始失去兴趣，直到我大学的时候。那主要是因为我大学之前就是我中考，就是算高考吧，就是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刚刚讲我并不是最顶尖的学生，可是也不差了。就是原本预期可以上都还不错一个学校，那我也顺利的，原本叫做推荐甄试，就还不用考那个高考前半年就已经录取了那个学校。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很清闲啦，剩下半年就是更开心的打电动以外，然后就后来他提早要去，因为那是一个算是就是军公教，是军方算军警单位的一个特招。那我就也是要在 before 正式大学入学之前就要先去他有受训，就没想到就受训的时候那个体能训练的严苛程度超过我的想象。然后过去其实我一直都是在比较虽然关注在我高中的时候可能没有到太多的关注，可是就是在金钱上啊各方面我也觉得是很 secure， 就没什么吃过苦啦，简单的来讲在精神心理生理上没有受过什么苦，所以一到军校的前面受训 boot camp 的那个压力我承受不住我没有想到，但就是说后来就甚至出现就所谓的精神官能症，就是叫 panic attack 恐慌症，会突然吸不上气来然后就莫名的就吸不上气，然后送去医院检查什么指数都正常，可大我就觉得我要死了，吸不到气，我心脏病。然后几次以后被诊断，医生说你可能是精神官能症的这个恐慌症。那军警的这种预告是规定说你不能有精神性疾病，然后就等于我就被 kick off， 因为就不符合体位不符合，需要退训，然后就很打击啦。因为对我来讲，就除了那个电动玩具以外，我也觉得说起码我学习也不算太差。我不敢说是学霸，但学习也不太差。就一下子就是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在摸索自己是怎样的人，然后我所依靠的到底是什么，就大家会盘算自己有多少筹码。那我就突然觉得说哇，我大部分筹码突然那一天就是在被学校，我竟然会被退学，这个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哇，我的人生好像突然崩塌，我找不到前面的方向，然后自己就觉得哎呀很差，还是精神病以前就骂人家你神经病吗？就感觉就哇完了，我自己还变得这种神然后呢被学校退学。以前我作为我自己觉得看不起的人，我自己变成那种人了。我就不知道怎么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我后来还是有个学校读，就是我虽然已经保送了，但我原本想说也都念了2年半的书了嘛，那个高考的时候我还是去考一下就那个时候去考，就感谢神还有保守了，就后来还是考到跟国内来讲应该算是2本的学校吧。那在台湾的话就是属于中字辈，就在不是那种台城青椒那种很好的学校，但是也是中段还不错的学校。但我去了之后，但我心态已经崩了，应该这么，我就觉得哎呀，走到哪都觉得大家看不起我，其实人家根本不认识你嘞。我现在想是这样，但是那时候哇，就觉得每个人都看不起我这个人也看不起我，那个人也看不起我，我就很不愿意去人多的地方，去哪边都觉得别人在看不起我，就是坐公车去教室都觉得痛苦无比，然后网瘾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因为我没有办法面对那个真实的感觉，可是在那里我好像可以做另外一个人，
每到游戏里面的时候，那时候网络嘛，所以还是有社交，它不是说像以前的游戏是跑一个剧本。故事已经写好了，你就是照那个剧本去走，你只是好像换一个视角去看小说或故事。那现在的话，就从网络开始有了以后，比如说它有人际互动的，就某一个你看到人物的前面的网络另一端是另外一个真人，但是说是真人又是真的人，因为每个人在虚拟的里面，他可以不做现实的自己。对，这个当时觉得很挫败的我来讲，实在是个太迷人的世界了。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人了，这样子。对，我可以在里面，我要告诉别人什么关于我想象的我都可以，没有人会知道，也不重要。那个就是对于说面对痛苦的现实来讲，哇，那游戏里的世界真的太美好。那在里面可以得到成就感，参加什么工会啊，还可以做那什么部长啊，然后以前那个流行一个游戏，那种算是很多人的这种他们叫 RPG， 就角色扮演游戏啊，那还有可以做的什么工会的副会长啊，就好像还挺重要的某个人物。但是现实生活里面，我已经翘课到几乎要被退学，然后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想法。那家里面就是比较远的，他就是定期寄钱来嘛。那其实现实生活来看是个非常糟糕，几乎没有社交生活，学业生活一塌糊涂。然后那个时候，反正我天天就是奶茶加珍珠奶茶加炒饭、蛋炒饭，我记得蛮清楚的，因为我不在乎吃什么东西，我的钱本来省下来就是买游戏的东西，花钱花在游戏上面，不然就是看那种日剧啊、日本的动漫卡通啊。就是叫宅男，他们有个专有名词叫 otaku， 从日文转过来的，那完全就是那样的一个生活形态。那刚刚好，那个时候跟我同宿舍的另外有2个室友也是那样子，所以我们就唯一我大学算是朋友的只有5个，那个宿舍的室友就占了3个。对，因为那不是我选，就刚好学校已经安排好宿舍，就跟3个人同一个房间。那对，就是我大学我念了5年半啊，就快被退学，就转系，因为人生也没有目标。其实我那时候一点也没有目标，我就只想天天打游戏。然后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就觉得痛苦的要死，觉得这堂课再不去上，真的会被当掉了。哎呀，真的不想赶快去试试上。点完名早起我就想赶快回到游戏的世界里面。因为我就不想去面对痛苦的人生。那我到大学毕业后，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一下更糟了，原本还可以说还没毕业做一个挡箭牌，毕业了以后就得要面对啦，没有找到工作就自己的问题了吧，就是现实的这个事情，终究得面对。那个时候压力更大，就觉得简单去随便找了一个工作。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工作好像是在 After School 去教4年级的，叫社会科吧。那其实就是历史加地理，但是小学是比较简单，就掺在一起然后带小孩，然后发现我也管不了小孩，没有办法 discipline 他们，所以就是我觉得哎呀，真的上班也痛苦，但是就是说，总之觉得好像告诉父母说，你看我有在工作了，你不要再来烦我，让我好好打电动。其实就只是现实社会的生活，只是为了让我可以结束那个讨厌的生活的时候，我可以回到游戏里面去。那我原本觉得我的人生大概就这样，不过蛮有趣的，就是就算是那个感觉起来，从我现在角度来看，那个时候生活蛮可怕的，可那个时候并没有特别觉得很可怕，就觉得也没有一点都不会想自杀的，就觉得哎呀还有新的游戏，搞不好过了半年又有什么新游戏，过个什么时候又有个新的动画，对我的盼头可以有，而且觉得生活很简单啊，我拿最低工资。台湾那个时候是24000台币吧，那我一个月的花销，我就吃珍珠奶茶配炒饭，然后只是要有接上网络跟什么的，我1万多块台币，然后住那个最便宜的学生宿舍3000块台币一个月，我1万多块台币，可是我还可以存1万块，然后到时候存个2-3年，买一个很豪华的电脑摆在家里面，很好的萤幕，就好了。我觉得这人生太容易过了。去麦当劳做一辈子也没问题，那个工资够我的，我当时真的这么想，所以无所谓，就人生无所谓。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心其实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光景，直到后来就是耶稣来找到我了吧？对，后来是怎么认识神的？
简短来讲，对，简单来讲，就是说我那时候就在家里面也是就混了。我刚刚讲了嘛，就去找了一个 after school 的，算是 TA 的工作吧，帮助老师的 assistant， 然后就是回家那个。但我妈妈后来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她很喜欢这个朋友。那我后来知道为什么了啦，但是那个朋友是个基督徒，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我妈说她在生命里很少遇到这么好的人。但因为就是很喜欢这个朋友嘛，那朋友总是邀他去教会。那我家其实都是没有，就是以前的佛教背景或者无神背景为主，所以我妈妈一开始比较抗拒的，觉得哎呀去教会好像有点恐怖啊，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她就拉着我要我陪她一起去。那我讲到哎，我是不太想了，能留在家里打电动不是更好吗？我妈说哎去了就给你 extra 零用钱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哦那好，反正。这个没有，这个赚钱嘛不寒碜，就总是可以吃一点，就是好吧，那就陪着去，其实也就是几个小时也还好，那就跟着去。那我去了几次以后，有一次他们那是很小的教会，20几个人，而且是台湾少数民族，就不是汉族为主的，是台湾高山族为主的一个泰雅族为主的一个教会。他们整个教会就20几个人，但就有一天来了一个韩国传教士。来跟他们做这个布道的信息，就真的那个时候就圣灵突然就好像感动我了。他那一句，那个时候因为我不看韩剧啊，我看日剧，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一点韩文都不懂的。所以那个韩文牧师他讲一句，旁边要中文翻译讲嘛，但他在讲说那个上帝很爱你的时候，翻译都还没有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心里就感受到那个爱，然后那个爱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虽然我知道我父母爱我，可是我的心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相信有一个无条件的爱，是完全接纳的爱，而且是很深层的那种爱。因为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教育或我当时的哲学的理念来讲，说这个人嘛，就是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集合体，有一天死了，他就没有了。那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基于自己对于 DNA 的延续，所以自然而然的本能，他是爱自己的 DNA， 我刚好有那个 DNA， 那我未来也许对子女的爱也会是这种感觉，所以没有真正的爱，都是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世界就是功利的，那是我一直是这么，所以我知道我父母爱我，不然他不会一直给我钱。然后我那时候25、26岁，大学毕业的时候都已经24岁、25岁，也没有个正规工作，还住家里，他还是每个月给我一些零用钱，因为我的那个工资根本不够我生活嘛。但是我觉得啊，虽然会这么做，我知道吧，我让我父母可能很沮丧，很那些，但是我知道他们还是爱我，所以会供应我。可那个爱，我总觉得还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也觉得我并不配，或他们也不会真的完全的爱我，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 failure，我是个失败品，我给家族蒙羞，我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荣誉的感觉、荣耀的感觉。我爷爷以前说啊，我们熊家以前在什么福建永定啊，是书香门第啊，清末第哪个皇帝的举人的后代啊，为了要怎样？我小时候想，我以后一定要光耀门楣，就一下子现在就哎呀，光耀都不用说了，就污蔑了门楣还差不多。但是就是那一刻，他讲上帝爱你的时候，那个爱的感觉是我真的发自心里从来没有感觉过的，就是我认知到我父母爱我，我认知到可能我的妹妹也爱我，或是这些，但是那种完全无条件、完全接纳，而且是很火热、很炙热的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而且那个时候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上帝，对他是有反感的，觉得洋教就觉得宗教都是骗人的，因为我甚至觉得说，我知道我很悲惨或我的生活不好。可是常讲说这个宗教就是这个精神的鸦片嘛，我就想说，哎，都已经够悲惨了，明明知道是个假的还要去信，不是把自己搞得更悲惨嘛？所以其实我的心是很刚硬的，所以我也知道我并不是说我觉得我很虚弱，我什么资助随便，我刚好找到基督教，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家的佛教背景更多，但是就当下就是上帝的恩典了，因为我一点都没有想找他，我也没有想求救。但上帝主动救我，然后接受那个爱了以后，我的心就感觉不一样。我就慢慢的就看到，其实我内心的很多的惧怕，然后很多的冷漠，很多自己以为的
没有感觉，其实把自己用很多保护墙，因为不想去体会到那个孤独，不想去体会到那个被遗弃的感觉，不想去体会到那些挫败的感觉，所以我就用很多的理由跟借口把自己的情感也封闭起来，然后就是一副好像自己看透一切的样子，就那些。其实我后来发现，但虽然没有这个词啦，但我觉得就现在很流行那个躺平主义，只要我躺平了，没有人可以拿我怎么样，好像讲的还很骄傲，有点鲁迅的阿 Q 的感觉，但是我就觉得是那个感觉了觉得对我把自己厚厚的装下来，我不要有任何的期望，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失望。但其实就把自己从神创造里面的爱，人之间在一起的喜乐，从神那边得到的那个满足、接纳与喜乐，其实也同时感觉不到了。所以当那个墙神好像透了一个缝，把那个爱的光进来以后，哇，我就觉得以为我原本以为不错的地方就再也不好了。因为看到那个更好。那这个也是我可以慢慢后来就是会脱离那个网络。我后来知道我那个成瘾的那个问题，也就是因为有了那个比较。因为觉得说哇，那个爱真的很好，那个完全在家里面就给了我一个力量跟勇气，就觉得说哦，那我也许我为了要得到那个，我就想要好，我可以尝试冒险一点点，去跟人家接触一点点，去对别人、对教会或对这个神更有信心一点点。因为我要期望放他身上的时候，我同时就冒了说我会失望，他会拒绝，对方会拒绝我，对方会不喜欢我，或者是我做了什么尝试又失败，然后可能会再去要去尝试，就有可能尝到失败的那个代价跟风险。但是因为就是神先把那一点好的，应该说最好的，他让我尝到以后，就说是有这个风险，可我实在太想要了。我太想要再次感觉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拥抱跟这些，所以我就慢慢说好，那我去参加聚会，开始跟别人交流，讲话。一开始我开始记得去教会，那个教会受洗以后，之前我都还没自觉，一直是我来美国，可能美国弟兄姐妹比较直吧，然后来那边参加那个，那时候我受洗，我觉知到受洗只有2个月，然后再隔2个月我就到美国了。因为之前我爸看我在家里面一团烂泥，扶不上墙，也觉得不是个办法，想说给我换个环境看看，会不会好一些，所以就一起安排了去美国。那我也不置可否，但是后来信主受洗以后，我就觉得说，就说一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嘛。那我就想说，好啊，既然都是以前，虽然原本以前我英文很差，我根本很害怕美国就这个事情，但是我就觉得，都是新的，我一下子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哪来的勇气，就觉得应该就圣灵刚受洗以后，神就给了很大的勇气，让我就迈出这一步，到了美国。然后一开始我刚刚讲，可能美国弟兄姐妹都会来家里面，第一次来家里面接我去小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车。那姐妹就接了几次，后来慢慢熟起来，还跟我讲说：“我一开始真的觉得你很怪，你讲话都不看人眼睛的。”然后我那时候真的不自觉，但是当下可能我那个时候人际状况，因为很多年，大学5年半，基本上我就没有什么社交生活，就是很怪，我看起来就是个 weirdo， 就是怪，但我不自觉了，但是在里面就一点一点，我就觉得，跟弟兄姐妹的交流，我觉得更有意思。就是虽然缓慢，但看到那个成长的东西的喜悦，我就觉得，电动玩具是当下也基本上是很类似的，可是那个很短很快，而且是虚无的。我们看到那个真实的东西更加的长久，虽然它时间比较当下的那刺激感没那么大，可是它比较久，而且那个平安跟喜乐是更加满足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不太需要。就是当初那个东西会不断抓住我，是因为我实在在现实生活里什么东西都很无味，因为我把自己防卫起来，有什么东西都觉得很平淡，因为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期望，也不觉得会有什么，然后看日常生活就是很平淡嘛，不会那么刺激，不像电动玩具里面或是电影里面、戏剧里都是把人的情绪极大化，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看到一个东西，所以有趣太多啦。但是
在里面跟别人交流里面看到神的作为啊，看到彼此生命的一些交流，与爱哭的人同哭，与喜的人同喜乐。慢慢我就发现，哦，其实这个真实的感觉比以前我在电动里面得到那个短暂满足，看到那些虚无的东西的那个刺激感还要好，还要长久。最主要的差别是说，回家以后打完电动停下来，一旦停下来就会有空虚感，所以你必须要一直打。一直玩不同的东西，不断找不同的刺激。可是，在组里面就不是这样。回家我可以好好睡一觉，就觉得今天挺充实的。哎呀，想到跟几个弟兄姐妹的交流，或神好拖着跟我讲什么话，写日记，我字很丑，写的也很慢，可能就写一写，慢慢写的过程之后，就觉得好像可以跟神们有对话。那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经历。然后我就是不知不觉，我并没有下定决心说好，我信主了，我要戒网瘾。其实不是。等我发现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自然而然我就没有什么时间跟心绪，因为一人一天就24个小时，我就没有什么留给玩电动玩具的时间了。那这个就是，但是不是说就完全就是叫戒治好了？讲戒治好很奇怪，但是我发现我后来有几年灵命不好的时候。我下意识其实又会开始去玩，因为就是说那个又要面对那个孤寂感、挫败感，而我当跟神的关系不好，我没有回到那个应该去解决生命根源的神的面前，跟他真的祷告，静下心，把自己的心的状况跟他说，而是可能跟上帝闹别扭，觉得我想要的没有给我啦，或是我觉得我自己做太多错事，这次上帝已经不原谅我了，然后就。那个关系就变了，就有点想逃避神的时候，但是又要去面对那个孤独、空虚或什么感觉。那个时候我又会回到那个我习惯的，很快可以给我觉得有个满足感，然后没有那个无聊，而且那个期待是可预期的。就我那个技术这一关就很难过，我就有那个能力，我就可以在里面得到什么样的一个，那个是我可以掌握的，那我就会很习惯的又会回到那个。所以我后来虽然耶稣是讲赶鬼了，但是我对于那个说有一个什么鬼被赶出来以后绕了一圈找不到地方，回去看那个房子已经打扫干净了他就还带了7个更恶的进去，其实就是人那个不能空虚，就人其实里面都需要一个被充满，但你不让神来充满或不让那个充满的时候，总是有别的。那个过去会充满我的东西，现在是因为圣灵进来，神的新的生命进来，好像把它挤掉了。可是，一旦又空虚了，其实讲来惭愧，甚至我自己开始念神学院之后，也是有经历，在那个神学里面就不知不觉，有些时候就像是那个罗德诺伊帐篷一样，一点一点的，等缓过神来的时候，就发现我一天可能已经花2、3个小时，为什么又要开始打电动玩具？明明我的功课快要做不完了。当然，我就发现，就面对那个焦虑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然后对于自己生命的失望，想象自己可以做一个什么属灵的伟人，想怎么样，结果发现现实上，又怕受苦，又怕这个什么不能掌握，又怕觉得父母不同意各式各样的想法一多，然后就想逃避了。可是叫逃避的时候，觉得跟上帝祷告。显得自己更不属灵，好像最后都觉得好像想要奉献给神，然后告诉我，我想奉献又奉献不了，那我不知道怎么这样面对上帝吧，就那个时候，然后就不自觉的我就觉得，我又开始尤其现在有手机嘛，打游戏更容易了，就是又会好像掉回那个状况去。那直到就是发现说，我的生命到底出什么状况？回到神面前，真是让那正确的东西来填满的时候，就是帮助自己，就真的很想打电动，会一直想打，有那个瘾出来的时候，我想不只是电动玩具了，其实都是一个好像就是像一个警示灯，像这个车子没有机油会亮一样，其实就提醒我，我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可能暗暗的觉得孤寂，我可能有不安全感没有处理，我有些惧怕在里面，或我有些失望，不知道怎么面对，不敢带到神面前，然后不想去面对那个失望的感觉，那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撇到另外一个东西或更刺激的东西上面。那这是我对游戏的这个感觉了。所以我觉得网瘾的这件事情的本身，我觉得其实是跟现代很多我不知道，就我现在认识的一些青年人，尤其我最近接触到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哇，他的网瘾真的非常严重，甚至就是你把他手机从他手上拿走，他会发飙。那他的父母都是传道人，也是很好的传道人，在国内被逼迫，爸爸也出不来，但是因为就是国内的环境，甚至会到找不到父母就会去学校找他，父母后来很担心他嘛，后来他才大概14岁15岁就把他送到我们这边，就到泰国这边来。然后他的哥哥之前也是先到泰国来念书，所以现在大学毕业了，就还要照顾他这个弟弟，他弟弟就14、15岁，可以前完全没有网瘾的问题，完全打电话。可是他被迫离开了以后，离开了他的妈妈、爸爸，一下子他那个感觉，他突然就那个打电动就那个成瘾。但是后来像他的妈妈，后来有些时候他很严重，甚至跟他哥哥说你打太多了，不给他玩，哇，他就咆哮又什么样。但后来有一次就他父母妈妈跟他视频玩，那1-2天就好。然后后来他妈妈过来，他爸爸申请不到护照，那护照不给，那妈妈后来终于来的时候，哇，那一整个就没看他玩什么，那个手机可是一旦妈妈又回去或什么，那个感觉就回来了。其实我就发现说，那个网瘾的本身啊，倒不是可能跟毒去直接控制你的神经呢，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其实就是它就是很快速填补一些内心的空虚、难过、失落最快的一个途径。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那我在看到他这个例子，我在回想我以前可能也是类似的。那这个我想这是我一个短短的分享，关于成为网瘾少年跟怎么从网瘾里面慢慢走出来的一个故事。哇，谢谢小熊这么敞开的分享。对，那我这样听下来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你觉得，我们的内心如果被充满、填满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打这个游戏了。对，那我也听说哈，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样的，就是女生她里面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低落情绪的时候，他们就是想要找朋友去聊天，对，就是去说这样子。但是男生，因为他们好像大部分男生都不是那种很爱去表达的，对，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些负面情绪就发泄在，就是通过打游戏去抒发这种压力感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情绪。所以有些人说那其实打游戏也是好的，对，也不是说真的就是不好，他们就是发泄压力嘛，就像女生你要去逛街，你要去跟人聊天，这个也是也不能说是不健康的。那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你同意这种说法吗？或者说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因为我部分同意啦，因为就是像说过去没有电动的时候，也是我们中国老祖宗有麻将啊，有什么的，那是个有趣的游戏。但我们也知道有些成瘾的人，就打到就是影响日常生活的也是有。那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是蛮对，就男生的确，尤其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华人的文化背景下，情感上也是很难表达，甚至男生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到。对，就是我觉得闷闷的，我也不知道闷什么。你要我跟人家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只觉得都不太舒服。可是对于情绪的感知，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觉得说，哎呀，就是男人嘛，就是随便表达情绪是一个软弱的象征。起码我小时候，我父亲、我的爷爷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男生就应该是个 poker face， 就是这个什么泰山崩于前的白色，应该是这样。那才是个坚强男人该有的标志，所以根本就不要去谈任何的关于情绪的事情。那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那个那其实那个郁闷的情绪要怎么解决？那可能就是游戏也好，不止电游玩游戏，像其实很多男生喜欢球类运动，竞技，就是有点竞争，有个胜负，在那过程里面就是那个增进一下。在里面会得到一些满足感，然后男生有那种成就感跟尊严的时候，可以忘却很多负面的感觉了，就好像是个抵消法。其实你是用另外一个东西去宣泄，但有些时候如果原本想去宣泄，结果后来在游戏里面还打输，那个负面情绪其实会更加剧。我之前在现在这边辅导的一个大学生，他前面他说他1、2年级大学大1、大2，他现在大3，他大2的时候网瘾很严重。那他有一次就打电动打到太生气了，
然后这个队友的一直输，他一拳就把那个叫什么网吧的荧幕打烂了，后来还要赔钱。但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还是要诚实过去跟老板讲，我打坏了要赔钱。他本来想说我原本想偷偷走的，但就是说那个情绪如果没有胜利抒发成功，其实那个抑郁出来的终究还会在现实里面爆发，因为并不是个真的很好的方式。但是我是觉得说，就像你去打球或什么一样，适度的电动玩具其实还是不错。那像其实我现在我家里面，也是有电动玩具的，就是什么任天堂 Switch， 因为我们现在跟几个大学生就回到比较传统一点的，就来3-4个人，那个游戏可以4个人玩，那其实就是也是像 board game 是一个建立就团队，大家可以 have 个 fun time， 就大家可以在一起很开心轻松的，好的。那个其实这样子也是挺好的，所以也不是说游戏就一定是洪水猛兽，其实就是跟任何工具一样，那个创造出来的工具以后就看你怎么使用。那你使用在不对的地方，就像甚至是鸦片嘛，你用在医学上，用在好的地方，医生可以靠它来帮病人开刀，因为有了麻醉可以少了很多的痛苦。可是你拿来当大烟抽，你就是害了自己的，毒害了这些家人。那其实我想，电动游戏，网络的游戏、手机的游戏也是类似。对，就是说，很多事情其实它本来是好的，就连吃饭，就连食物，对不对？神创造食物给我们吃，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做是一个我们的满足感的来源，就是我们都觉得说好像不吃到这个我就心就不满足，我吃到这个我就好像觉得人生就满满了，然后就把食物当做一个偶像一样的东西，或者是把任何这些生活中的娱乐也好，所有本来是为了我们生活，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益处，然后神有这个给予这个创造，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做就是我们生命的唯一，或者当成我们的那个喜乐的源泉，我们不开心就去找那个，那个其实就变成是一个上瘾，就变成一个偶像嘛。就本来是神他要来安慰我们的，本来是神他要带给我们喜乐和平安的，但是我们就用这些东西去代替了神，那个东西就变成一个偶像。然后圣经上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必加增，这个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咒诅的。对，所以我们如果去用这些东西去代替神呢，那我们长久从长远来看，绝对是会有更多的愁苦，就不会对我们的身心灵造成很好的影响。所以关键就是那个度啦，是不是把它当做偶像，还是说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调剂？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我们吃东西也是神他希望让我们可以感恩，对不对？那游戏也是，也许玩一玩觉得很开心，这个也是要感恩，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时间跟这个放松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想的话，可能就是会让大家有一个方向吧，怎么去对待这个游戏。对呀，尤其是游戏，其实现在来看还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现在其实太多年轻人，就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出生的时候，甚至就是有网络，甚至现在最年轻的一代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叫 smartphone 平板世代，他们的这个社交上面来说，其实就是从虚拟的开始，他朋友上面可能从虚拟交的比他现实的还要快还要多，尤其他们有3年的 COVID。就是在虚拟上面，他们信赖感可以纯就虚拟上面开始建立起来，是一个蛮不一样的时代。所以其实反而我们并不是要把游戏视为洪水猛兽，当然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让游戏变成我们偶像来辖制我们。可是借着游戏，其实我觉得现在要跟年轻人或是你要去找一些年轻人想跟他们传福音或建立关系的话，你从游戏里面跟他们建立关系，其实是蛮快的。就是蛮快速，他们在游戏里面，一起破了一个关，一起在一个什么东西加入，组了一个团队，过了一个什么以后，很快就可以交流啊，那个信赖感的建立是非常快的。然后这个东西还是有机会从线上带回线下。其实也有些教会去做一些尝试啦，但不是我自己教会，不太清楚，只是有听说，就他们就是去游戏上还开工会啊或什么，然后甚至还有在游戏线上的崇拜。就是在游戏里面都是游戏角色进去，然后有这个崇拜，有人用那个乐都可以语音啊，
讲这些东西，那就是它其实也是新的世代，也有些时候也带着一些福音的机会，所以我是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太快就是二分法，不是胜的就是输的啊，割裂的很快，反而我们也可能丧失了一部分耶稣让我们进入世界的机会。然后就是在游戏上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同世代的看法不一样，可对于很年轻一代，它已经是很自然生命的生活的一部分。上一代有些时候我们那个眼光来看，觉得说，哎呀，这个新的精神影片啊或什么的话，那我们可能这种观念或者是没有办法被挑战跟调整的话，那跟下一代的那个代沟是非常困难的，就这个是无可跨越的鸿沟。对，哇，所以其实现在教会要吸引年轻人，真的是有很大挑战啊！他们必须要就是要与时俱进，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可能过去的那种方式，真的不太适应现在的年轻人了。最后，我们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哈，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是对着两群人来说的。第一群人呢，就是这些在游戏当中，就是非常的痴迷哈，他们就是好像自己深陷其中，或许他们其实也很痛苦，或许他们不痛苦，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的生活。OK， 这是一群人。那另外一群人呢，就是那些一直很反对游戏，或者是他们一直为他们打游戏的家人非常担忧的这样一群。好，那我觉得你今天的见证其实有在对这两群人讲话。我自己听到的就是，我觉得对前者哈，就是那些游戏上瘾的人，就是真的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真正要的，他们真正心里面得的满足，不是从这个游戏来的。对，那我们就祷告说，有一天他们能明白，因为这个好像也不是说就他们自己能够有这样子的开启，我觉得也需要神真的去寻找他们，然后也需要基督徒去对他们说这个真理。对，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着那些父母也好，或者配偶也好，就是对游戏很反感的人，我们也要鼓励他们说不要担心，因为神真的也有恩典如果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可以花时间陪伴他们，就像你说的那个年轻人，他妈妈去陪伴他，其实他就没有那么的去迷恋这个游戏了。所以也许我们不是只是要对他们有一些指责批评，或者是很多的给他们一些惩罚，我觉得反而就是要更加的去拥抱他们，去陪伴他们，然后让他们真的去讲他们心里的一些就是对心里的感受，也许这样子其实才真正能够把他们从那个游戏当中救拔出来。所以我想真的就是感觉到这两群人他们都需要调整，需要改变也不是只是好像打游戏的人他需要被改变，我觉得那些担心他们的家人打游戏的也需要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期待今天这个节目可以鼓励到这两群人，也可以帮助到他们，祝福这两群希望你的见证可以影响很多人，他们也可以像你一样从这个游戏当中走出来，然后可以被神来使用，真的在神国里面找到它的价值。